圣经当中说，除了耶和华以外，别无他神，只有他是真神。所以今天你所依靠的，你所跟随的，你所敬拜的这一位，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位神，他是独特的，他是丰富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真神 Amen。 所以三位一体的这位真神，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分工也不同，焦点也不同。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在旧约的时代，圣父如何的来预备救恩，预备继发那个救恩；在新约的时代，圣子如何的来完成那个救恩；但是在圣灵的时代，圣灵如何的来施行救恩。但是你会发现，在旧约耶和华的时代当中，圣灵、圣子也做工，但是焦点在谁？焦点在耶和华。那耶稣的时代呢？圣灵、圣父也做工，但是那个焦点在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所在的时代是圣灵的时代，圣子、圣父也做工，但是焦点在圣灵。所以圣灵是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世代也被称为圣灵时代，圣灵掌权，圣灵做工，圣灵运行。阿们。我们现在所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圣灵超自然的新时代，带我行走在神的大能里。阿们。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第5讲，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跟你身边的人说，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在圣经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为主来做见证。阿们。今天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线上的奉耶稣的名祝福你，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就有能力。阿们。我们要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领域当中为主做见证。阿们。跟你身边的人说，我们要领受这样的祝福。阿们。你知道吗？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有能力的运行，才能够带出果效来。阿们。不然的话，我们会活得很干枯的，很枯竭的，没有那个力量，没有那个运行的。那我们首先要来看，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圣灵在人的身上会有2大工作。之前在上一讲当中我们就讲到，第一个工作，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被称为内住的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那内住的圣灵是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塑造我们更加的像耶稣，像耶稣一样的完全。那第二个工作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称为外加的圣灵。这个圣灵的充满就叫做圣灵充满，外加的圣灵叫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使我们能够得着能力、恩赐、权柄去做属灵的事情，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工作。所以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有2大工作。阿们。跟你身边人说，圣灵在你身上有2个工作。圣灵第一个工作是对内的，圣灵住在我的心中，圣灵内住是跟我的生命有关系的，是帮助我生命当中能够结出果子的。对外，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称为圣灵充满，外加的是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完成主的使命，为主而做。所以圣灵的工作有内住的圣灵和外加的圣灵，我们称之为里应外合。阿们。跟你身边人说，你有里应外合的帮助。阿们。好像你都不太乐意跟你身边的人祝福他，你要祝福他，知道吗？你要祝福他，当他去阿们的时候，他要领受你有里应外合的祝福。阿们。对于今天的教会当中来讲，教会也有2条命令，第一是对内的大诫命，第二是对外的是大使命。圣经在马可福音的12章29节这里说，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了。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教会内的大诫命是：第一，爱神；第二，爱人。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一是要爱神，第二我们是要爱人。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这里讲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教会对内，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和睦，彼此的成长，所以我们有团契的生活。当我们一群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彼此的扶持着，彼此的和睦着，彼此的来成长着。对外我们要广传福音，领人归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如果教会只有对内的，教会不会复兴，教会也需要对外的。Amen。我们今天需要传福音，我们不单单只是在教会里过团体的生活。你发现今天教会处在一个光景当中，就是内卷。很多的教会出现在这一种状况，就是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间教会，这间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到其他的教会当中，没有真正悔改的人，只有不断走教会的人。因此教会也在面临一种光景，也在内卷当中。所以我们不只是单单的对内，我们也要对外广传福音。耶稣从死里复活，在地上显现40天，在一次的聚会当中，耶稣就赐给门徒内住的圣灵。在约翰福音的20章的22节，耶稣说，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门徒已经得到了内住的圣灵。之后又在马太福音的28章这里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的山上颁大使命，可是耶稣却没有马上立刻的要求他的门徒去工作，去侍奉，去传福音，去开展事工，却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吩咐，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等候什么？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因此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特别向门徒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章49节这里说，他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应许当中，应许什么？应许降在我们身上的，是我们从上头领受那个能力。耶稣最后在门徒面前升天，回到父那里去，再一次的强调这一件事情。使徒行传1章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为什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断的强调吩咐门徒要被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对我们很重要。因此我们来看第一点，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神的应许，为了荣耀神。神的应许是要做什么？神的应许是要让我们被圣灵充满，要让我们从上头领受那一个能力，有能力为了荣耀神。路加福音24章49节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我们讲说，我们等候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做什么？神的应许说荣耀神。那我们会讲说，神的应许让我们得着那个能力，为的就是要来荣耀神吗？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是从人的理性角度当中来想的话，我似乎觉得神好像有点自私，创造我们的目的，然后应许给我们的能力，为的就是要来荣耀他吗？是这样吗？不是。那神本身就是荣耀的 Amen。 我们一起来说，神本身就是荣耀的。今天你我荣不荣耀他，他都是荣耀的 Amen。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来荣耀他？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使徒行传2章17节，这里说，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2章18节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这节圣经引用旧约的约珥书，
约珥先知预言，将来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还有血气的，因此应验在使徒行传2章17节到18节这里，因此应验在使徒时期的教会。所以神要得荣耀，神要先荣耀他的儿女。 Amen。 跟你身边人说，神是荣耀的，神也要让你有荣耀。 Amen。 所以神不是自私的神，神本身就是有荣耀的，你荣耀不荣耀他，他都是荣耀的。为什么要荣耀他？因为你荣耀他的时候，你也得着荣耀。 Amen。 那请问你在地上没有荣耀的话，那你作为基督徒，你带不出那个荣耀，行不行？不行。那基督徒可不可以有荣耀？ Amen。 跟你身边人说，你要有荣耀。那如果你在地上没有荣耀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带出影响力来，带不出作为，没有能力，更难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见证。所以你是怎样的一位基督徒？你想要活出怎样的一个状态呢？如果基督徒都是乞丐的话，或者说我们讲说基督徒是乞丐的思维，你只想做乞丐，请问你跟别人传福音，别人能够来相信你的神吗？不能。我记得在疫情之前的有前2年，我那个时候还在花桥这边服侍。有一天我们在小组聚会，我们这个楼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流浪汉在那个地方，突然他闯进我们的聚会当中，他跟我们说他是基督徒，他需要一本圣经。刚好那天我们是小组聚会，那我们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小组聚会，结束完以后，他跟我们要了一本圣经，我们就给他了。然后我就了解到他是流浪是外地流浪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睡在我们那个楼梯口的那个拐角那个地方。当我们知道之后，我们教会有聚餐的时候，我们会邀请他过来。第2次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解他为什么会流浪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跟人家乞讨当我了解之后呢，他说他没有工作，然后家人都在家，也有家庭也有家人，但是他流浪在这里，那每一天都以乞讨为生活。我说那你可以找工作，他说不太好，容易能够找工作，年龄呢稍微有点偏大了。那我们就讲的说，那我们帮助你一起来找工作，因为我们这个楼下这条街道上面很多的一些的餐厅可以做一些服务员，打扫一些的卫生。那于是第3次他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事情。他说我不要去工作。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找各样各式的理由，说我的身体不好，然后不能够做，然后又不能够怎么样。那他其实这一个年长的人，这个流浪的人，他是身体是很健壮的，但是他只想做那个流浪的乞丐。第4次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解到，他每天的收入比我们一个正常的普工的工资还要高。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只想做乞丐。那我们讲的说这是一个乞丐的思维。今天换成我们来讲的话，那他的目标或者说他的目的是为了要透过那个乞丐来向别人来要钱的那种方式。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里面如果带着那一个乞丐的思维，那个乞丐的那一种样式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传福音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流浪汉，他跟别人传福音的话，那虽然别人可能不看他那一天的收入，只讲的说，那基督徒只是这种状态吗？没有荣耀，没有办法能够带出那一个影响力来。那如果教会的基督徒都是那一种老弱病残的，我们指的老弱的病残是讲到心里面的，每一天的唉声叹气，每一天的带出那种苦恼的那种状况，你跟别人传福音的话，没有人能够来愿意相信这位主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好莱坞拍的电影《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浩浩荡荡从那个埃及出来的时候，会把那些的人物描述的，很多人拄着拐杖，很多人疲惫不堪，很多人好像那种逃荒的那种样式从那个埃及出来。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诗篇105篇37节讲的说，他支派当中没有一个软弱的。 Amen。 出埃及记说，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从哪里出来？从埃及出来。 Amen。
所以基督徒是可以打仗的。阿们。利未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可以打属灵仗的战士。阿们。是大能的战士。阿们。跟你身边人说，你是大能的战士。利未教会不是养老的教会，我再次的强调，利未教会不是来养老的。利未教会里的每一个利未人都是打仗的。所以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在旧约记载，每一个利未人他们是侍奉在耶和华殿当中的，没有一个那一种带着病残去这样做事情的。阿们。那是一个态度，那是一个心态。阿们。所以利未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服侍别人的人。阿们。跟你身边人说，我要开始服侍你了。阿们。你要让他能够感受到你的服侍，他会招架不住。这是利未教会的文化，这是利未人的文化。利未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起来服侍别人的人，不是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服侍的。所以你是这样的人吗？不是，你是那个可以打仗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 Amen。 所以你想要健康，圣经说神是你的拉法，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你要平安，神说他是你的沙龙，他是平安给你。你说你要成功，神说他是你的尼西，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旌旗。那你要丰盛吗？所以神说他是你的锐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你惧怕吗？所以神说他是你的沙马，耶和华的所在。神说你要成为优越的，所以神是你的骑跟奴，耶和华我们的义。你缺乏吗？神说他是以勒，是为我们预备的。阿们。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他是。阿们。神说他的名字是什么？他说我是，他就是。你需要什么？他就是。阿们。跟你身边人说，你需要什么？他就是。阿们。这位神是供应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寻求他，我们必不缺乏。请问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你爱不爱你的孩子？爱。你希望不希望你的孩子比你更优秀？做父母的一定希望，因此你给他去报那一些的什么补习班，为了让他能够更加的优越，以至于当你孩子优越的时候，你会以他为荣。 Amen。 所以父亲是以儿子为荣的。 Amen。 我经常跟我家儿子李同路讲说，你是我的骄傲，你是我的骄傲。很不好，虽然他很不好，有时候早晨起床叫不起来的时候，我依然说你是我的骄傲。 Amen。 你要让他知道他是我的荣耀，我要让他知道他是我的荣耀。 Amen。 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荣耀。 Amen。 当我们能够荣耀他的时候，父得荣耀。 Amen。 当你的儿女他在某一个公司，或者做某一个经理，或者是做某一个部门的一个主管，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荣耀？一定有荣耀的。 Amen。 所以上帝是透过你得荣耀的，上帝也要荣耀你，所以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他帮助你荣耀天父。 Amen。 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来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他，就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要让我们有荣耀，他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高贵有品质。父亲要以儿子来荣耀他，所以他将他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神是主动的，天父爸爸是主动愿意来荣耀我们，让我们能够优秀。神期待我们有荣耀，神更加的期望我们能够成为优越的基督徒。 Amen。 所以跟你身边的人再次的告诉他，你的生活因他要被改变。 Amen。 所以你每一天早晨起来心情要好，中午的时候你的精神要好，晚上的时候要睡得好。因此你要经历身体康健，财务兴盛，心情舒畅，有影响力，有属灵的生命力，因此带出那个属灵的见证来。所以你会经历3件事：吃好、喝好、睡好。所以你被称为3好学生。 Amen。 跟你身边人说，你是3好学生。我们看到那个诺贝尔奖得主70%都是基督徒，然后整个世界的科学家80%都是基督徒，卓越不卓越？
卓越，优秀不优秀？优秀，大概率都被基督徒占住了 Amen。 所以我们是优秀的，是卓越的。神应许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他，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荣耀神，并且做神的代表，然后来承受神的产业。所以你要来荣耀神，你就需要神的能力，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无法能够做到，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就会给我们外加的力量，那个就是能力。 Amen。 每一次在敬拜当中的时候，你发现你越是高举双手来敬拜他的时候，你越是全心的来呼叫他的名的时候，你越是发现你无法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 Amen。 再一次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无论是线上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敬拜的时候高举你的双手，大声的来呼喊他，大声的来赞美他，你要带出你的热情，你要带出你的激情，你会发现你会经历不一样的。 Amen。我们每一次在敬拜当中的时候，主领都会告诉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你知道为什么要举起双手吗？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让你举起双手的原因是什么？投降。投降的原因是卸下你所有的抵抗能力。所以当我们举起双手的时候，是我们在告诉神，我承认我的软弱，我承认我的卑微，我全然的来向你降服。当你全然向他降服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他的同在。 Amen。 神是看我们的心的。因此每一次的敬拜当中，我再一次的邀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举起你的双手，全然的来渴慕尊荣他的圣名，你必经历到从他而来的能力。每一次来到这里，我相信我们来到这里的聚集是为了要来经历它。 Amen。 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大能的进入，平凡的事情就不再平凡。耶稣做工的时候都要先有大能的介入，然后才开始教导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20节说，他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我们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神的殿吗？神住在我们的里面。 Amen。 在旧约当中你可以看见，所罗门建造完圣殿之后，将约柜抬到圣殿的内院里面，抬到那个至圣所的里面的时候，那个代表的什么？约柜代表的什么？代表着神的同在。 Amen。 代表着神的同在。以色列的百姓祭司进到那个里面的时候，看见神的同在，因为那个约柜在那个地方。当所罗门开始献祭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那一殿，甚至祭司站立不住。什么意思？圣殿里面那个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 Amen。 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代表着神的同在，但是我们更加的需要他荣耀的充满，圣灵的充满，因此我们在他的面前站立不住。 Amen。 我们成为那个荣耀的殿。为什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刚刚我们在第一节第一题当中已经讲到了，说神的应许是为了来荣耀他。第二，我们来分享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当我们每一次讲到命令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命令意味着束缚，意味着管辖。但是神的命令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开始要认识到那个命令是一个祝福。圣经在以弗所书的5章18节这里讲的说，他说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19节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那在这2节经文当中讲到2条命令：第一，不要醉酒；第二，要被圣灵充满。第一不要，第二要。那我们常常遵守了第一个命令，不要醉酒，但是我们却没有遵守第二个命令，要被圣灵充满。 Amen。 酒可以不喝，但是圣灵充满要。 Amen。 每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 Amen。 跟你身边人说，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当我们讲到命令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想到的是旧约的圣经当中讲到了神的命令，讲到了神的法则，讲到了律法。因此摩西五经也被称为律法书，讲规则，讲条例，但是还带着那个没有办法遵守的时候，意味着要承受那一个咒诅。申命记的28章这里讲的说，他说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听好了，领受祝福。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上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领受这个祝福。阿们。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是我们要领受这样的祝福，但是还依然讲到了咒诅。咒诅怎么办？咒诅怎么办？遵行神话语的人有祝福临到，不遵行的就有咒诅临到。但是我今天告诉你，律法的咒诅都归到了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上。阿们。今天我们领受那一个祝福，不再承担那一个咒诅了。但这里不意味着说，虽然你没有罪的审判、罪的咒诅，但是你要承担因犯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你要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付代价。阿们。喝酒是不是犯罪？喝酒是不是犯罪啊？啊？是不是？圣经讲的说不要醉酒，是不是？哇，传道人开始给人家开口子了。好，我们来先讲喝酒是不是犯罪？不是，喝酒多了伤害你的身体，你的肝不好，你的胃不好，你的身体不健康，请问是不是犯罪了？圣经说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嘛，神的殿你都保护不好，你是不是犯罪啊？是。那请问吃宵夜是不是犯罪啊？吃宵夜会不犯罪啊？也不是啊，吃宵夜也不犯罪啊。但是宵夜吃太多了，身体会长胖，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请问有没有问题？有，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你所做的那一件事的那一个结果，你要来承受那个代价。那我们讲说吃猪肉是不是犯罪啊？但是猪肉吃多了，你的心血管会扩张的，会堵塞的，是不是？所以虽然这些都不是罪，但是这些会带出不好的一个结果。因此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命令是一个保护，阿们。命令是一个祝福。神为了爱我们，他给命令给我们，因此是为了保护我们。红绿灯好不好啊？对于开车的人太麻烦了，每一次快要赶时间的时候，特别我今天早上下了高速的时候，突然开始红灯出来了，心里就开始有着急，如果没有那个红灯多好。但是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话，有可能我们会遇到状况。所以那个命令是带着权威性的，是带着保护的，阿们。所以当我们接受到命令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命令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命令是带来一个祝福，带来一个保护，因此我在那个命令当中开始来遵守。所以神的命令是带着权威性的。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到我的仓库当中。那有的基督徒说，我从1/1000开始，我从1/1000、1/10我没有办法做到，我从1/1000开始，然后到1%到50%，以此来试试。结果很多的人试到10都没有1/10。但是圣经很明文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遵行神的命令越有保护。当我们越是来遵行神的命令，我们越经历那个保护，越经历那个祝福，阿们。所以命令对我们是一个祝福，对我们是一个保护，阿们。夫妻需要一生一世的，一男一女的，一夫一妻的。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现在的婚姻状况就像50年之前的台湾，大家彼此喜欢，住在一起，但是我们不需要结婚，不敢结婚，因为结完婚以后，我们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所以今天很多的一些的娱乐的信息、资讯充斥着我们，让我们对婚姻价值观有一个扭曲。很多人不敢步入到婚姻当中，因为害怕被伤害，所以很多人不敢来找男女朋友，很多人也更不敢进入到那个婚姻的当中。那一个不遵行神命令的国家、社会，甚至教会、基督徒，
都不能够蒙神的祝福，蒙神的保护。因此我们需要遵行神的命令。以弗所书5章18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原文的字形是进行式的，过去式、现在式、将来也是。就像我一样，我现在是男的，原来也是男的，将来还是男的。阿们，不会改变的，是不是？圣灵充满它会有3种时态在进行着。第一，正在被圣灵充满，刚才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充满。就像我们开车的一样，汽车需要不断的来加油的，正在加油，刚才加油，满了油。Amen。因此现在一般的教会对圣灵充满不太理解，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现在的教会只注重满了油，却不注重加油。加油就是在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阿们。有一天早上，有一个妻子，她早晨起来之后，写了一个便条纸留在餐桌上，把车钥匙放在旁边，说：“老公加油。”老公早晨起来吃完早餐以后，看到妻子留下的那一个便签纸和车的钥匙在那个地方，看见他说：“老公加油。”结果他的老公是说：“加油。”老公走下房子，开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车没有油了。原来他的妻子提醒他老公，车子没有油了，要加油。结果他的老公理解说：“我今天要加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加油，我们需要加满油。我们不是只是像那个丈夫加油加油，那个加油是进行式的，是要运动起来的。Amen。跟你身边人说，加油是要运动起来的。所以教会的牧师会告诉你，你要委身，你要饶恕，你要爱神，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侍奉。这只是一个结果。阿们。这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加油，我们要产生动力。怎样能够让基督徒能够更加的优越？应该是先加油才有油。意味着告诉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恩膏，这是主的命令。阿们。所以生命的改变是你先信了耶稣再改变，不是你先改变了再信耶稣。阿们。我们来看第3点，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耶稣的榜样。耶稣做工都需要被圣灵充满。耶稣从圣灵感孕而生，30岁开始出来工作。他的工作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传福音，不是带门徒，不是去探访关怀，也不是建立教会。他第一件事情是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圣经记载路加福音的3章21节，这里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像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结果？这段圣经在讲的说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结果？这是一个过程。路加福音的4章1节里面讲的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里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因此你会看见，这是在过程当中要带出那个结果是什么？路加福音的4章里面讲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到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着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阿们。因此你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出来工作都需要被圣灵充满。请问我们今天有没有比耶稣更厉害的？你比耶稣厉害吗？耶稣都需要被圣灵充满，请问你要不要被圣灵充满？阿们。告诉你身边人说，你要被圣灵充满。彼得前书的2章21节，这里讲的说，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阿们。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因此，耶稣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也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看第4，教会的见证。基督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圣灵降临的时候，外加的圣灵。初期教会很重视圣灵充满，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使徒们也帮助别人被圣灵充满。侍奉的人，所以他需要被圣灵充满。耶路撒冷教会的大复兴，他们需要增加同工的时候，选立同工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来看圣经，圣经在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的6章3节这里讲说，他说，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所以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很多的事工需要有人来管理，需要有人来做，因此他们要开始选出有人来管理这些事情。前提是这个人要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阿们。要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可以做什么？管理这事。阿们。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在做管理的？有可能你在家里做管理，有可能你在公司里做管理，有可能你自己的事业你在做管理，要被圣灵充满。阿们。好不好？告诉自己，我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管理好这一件事情。阿们。管理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各个领域，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的6章5节里讲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使徒行传的6章5节讲的说，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7节说，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因此，圣灵充满，改变你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圣经说，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这里，我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管理层，如果你自己在管理你自己的一些的事业，你要被圣灵充满，在你的管理当中开始兴旺起来。阿们。当我们不要圣灵和圣灵的事的时候，教会会发生2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神的同在会离开，第二，我们只有金钱的外貌。因此我们不要活在宗教当中。提摩太后书3章5节讲的说，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教会没有圣灵，变成了宗教机构、社交的团体，教会就不像是神的殿，像是人的家。当圣灵离开的时候，拒绝圣灵和圣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讲话很像基督徒，我们的口里也有感谢神的话，会唱诗歌，也去探访，但是却没有神的同在。因此教会如果没有圣灵，教会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宗教而已。如果教会没有圣灵，教会就是一个不合法的见证。那没有圣灵，教会就不在神的家当中，教会就不再被称为是神的殿。所以神的殿和人的家有2个不同，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是带着超自然运行的。阿们。教会跟宗教有3个不同，教会里面有超自然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圣灵，经历神圣的同在。阿们。今天早上在敬拜当中，多少人经历到神的同在？有多少人经历到神的同在？你感受到神就是与我同在的神。阿们。我们每个人都很含蓄，都不敢举手。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大胆的举手，我就是经历到他了。阿们。好不好？大胆的来为主做见证。宗教没有能力改变人的心，宗教进的教会也是一样的。甚至教会有很多的人，有很多漂亮的建筑物，有庄严的仪式，完美精致的聚会流程，但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能力，没有释放，没有医治，没有悔改，没有超自然的大能。所以教会里若没有圣灵，教会聚会不在乎那个人多。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说，只有人多才能够好像是属灵的，但是神不在乎这样，神在乎我们的心。阿们。神在乎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不要宗教。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我不要宗教，我也不要活在宗教里，我要活在神属灵的事当中，我要渴慕圣灵。阿们。
所以对于基督徒，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基督徒有2种祷告，一是灵的祷告，二是悟性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在灵里的祷告带出那个属灵的权柄，带出那个超自然的能力，带出那个医治，带出那个释放。我们在悟性当中的祷告是我们理性的祷告，我们用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认识的，所思想的去祷告。因此我们发现在圣经当中记载到，使徒和门徒们，他们也带出同样的见证。不单他们经历圣灵的充满，他们也帮助其他的人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圣经有个例证，讲到扫罗开始逼迫教会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以至于扫罗开始眼睛看不见。圣灵感动亚拿尼亚去为扫罗祷告，将亚拿尼亚按手在扫罗的身上的时候，扫罗的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然后他能够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因此利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经历圣灵的充满，你也要为别人祷告，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要活在宗教当中，我们要活在神超自然的大能里面。Amen。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